韩国越来越有崩溃感了吗？你看现在这个韩国的戒严联侦组已经向尹锡悦2度发送这个传唤通知书哦。那这是在12月20号，要发送。他说最晚呢就是12月25号，要尹锡悦前往公调处办公室来接受调查哦。这通知书当中就讲，尹锡悦涉嫌违反了内乱罪，还有滥用职权、妨害行使权利的相关内容。但目前他的辩护律师讲说，没有啊，这个尹锡悦没有想要内乱啊。他说呢，这个其实他在实施戒严令的时候，并未涉及内乱罪哦，因为任何意图煽动内乱的人都不会做尹锡悦做的事情，就是在全世界面前宣布戒严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辩驳的方式是这样子哦。那但是现在又有更多的讯息出来了，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说，竟然有这个1万多颗的这个子弹哦，就是准备在现场，还不止如此哦，现在连坦克原来在戒严当天都已经在待命了。那当时他就是这个国军情报司令部的100旅团，就有30多名特殊任务的要员，还有陆军第2装甲旅团哦。那他们这个装甲旅团呢，其实就是距离首尔最近的装甲部队，拥有装甲车跟坦克。所以这篇报道《东亚日报》里面讲说，如果国会发生了流血冲突，现场戒严部队下达什么命令，再加上用坦克装甲车哦，情况会怎么样？想想都觉得蛮可怕的。那还有呢，他们的国会议长哦，这个宇元直就讲说，其实，这个戒严事件的发生哦，并非韩国宪法有所不足，而是源于宣布戒严的尹锡悦个人的误判。因为尹锡悦是从来没有跟国会沟通的哦，他从来没有真正试图要去说服反对势力。那国会提出的质疑也都没有正面的答复哦，可以说完全不与国会沟通啊！哇，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跟台湾有一点相似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目前他们的这种崩溃情况，包含了三星电子现在紧急召开战略会议哦，把9位海外负责人全部就是召回这个韩国国内，而且他们的最新汇率已经突破了1450韩元，也创下金融危机之后这15年来最高的一个数值哦，也就是说在狂贬当中。那韩国为了赶快稳住内部，感觉好像现在释放出好几个讯号，就是赶快要跟美国再继续就是好像保持一个联系。那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讲说，近期将会跟韩国政府举行高层的会晤哦，他们说会全力支持现在目前这个代理总统啊，就是韩德洙，然后发挥这样的过渡作用哦。那拜登政府也在任期结束之前呢，会跟这个目前的代总统呢进行高级别的面对面沟通。还有韩国的代理防长啊，也跟奥斯汀通了电话，他们讲说，重申这个韩美关系、韩美同盟仍然是非常的稳固的。那韩国现在也赶快释放投名状嘛，也说也要跟着美国一起对比亚迪来发起反补贴税这个调查哦，所以就是可能接下来要给他用这种关税法来征收反补贴税，就是让这个比亚迪在那边可能价格要再垫高一些啊，才会影响它的销量。那日本好像现在在急着自救哦。韩德洙跟石破茂通上了电话，这也是目前这个日韩的一些最新各大报、各大媒体的一个主要消息哦。他们说希望接下来日韩关系能够维持稳定的发展。那还有呢，石破茂也终于等到了这个川普的一个通知哦。现在传出大概明年的1月中就是会去美国进行访问，然后来跟川普见面。那媒体有讲说，是不是在这个1月20号，就是川普就职典礼之前呢？那川普就回应了这个媒体的提问，就说日方如果这么希望的话，那就这么做吧。但是日本媒体现在更担心的就是，川普如果真的上来的话，他的这个对日本征收10%的额外关税，恐怕会使得日本本身的经济啊，就是出口会减少2%，所以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长期后续的影响啊。日本的半导体的一些厂商现在要靠自救啊，他们透过跟这个台湾的一些企业、跟大陆的企业来合作或者是合资来进行自救，强化供应链，避免就是在这一波的半导体的这一场战争，就是中美之间的半导体战争当中可能被波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尹锡悦这个
要进入这个宪法法庭的审判嘛，那各自提出理由，可是他并没有去回应人家指控的理由啊。就讲这个说他没想有什么用？实际上你做了动作，对，很多人都认为涉嫌内乱啊。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调用坦克？那是要干嘛？对，或者是你的戒严令的内容怎么可以包括国会停止运作？或者是你怎么可以开黑名单，连自己的党主席都要抓呢？所以我是觉得他至今没有针对这种东西做回应表示我是觉得他是有点心虚啦，还在躲。不，因为如果这种东西人家都指控到这里了，连我都知道，韩国人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你怎么没有去回应呢？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只能够寄望那6名法官有1个人反对了，因为只要有1个人就可以了，因为他6票必须要全部通过，要2/3嘛。那因为法官员额是9个嘛，那目前只有6个人，其他并没有补提名所以他就只好去发挥他的司法的影响力吧。大概只有这样了，不然我认为以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相关的证据我认为他要跟内乱罪无关真的很难他是应该用政治解决啦，就是说他自己辞嘛，那请这个下一任总统对他做特赦不然这个追究下去，我认为恐怕韩国总统坐牢了又多了1个，不好解了那至于这个韩国，你说他对比亚迪要发起这个反补贴的课税调查，你有关税法，你以为中国没有吗？那事实上，韩国出口到中国占它全部的出口占20%，有一阵子在24所以中国大陆要回反制理，实际上也很容易耶。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成真因为你如果要这样干，中国大陆一定反制的啦，因为欧洲不就是这样，他一定会找到你一些项目来做反制嘛。所以对韩国也不见得有利了其实韩国是因为发现已经有一个现象了，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有卖进韩国，对，然后韩国已经发现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韩国已经在建立桥头堡了。实际上日本也是这样所以他感到惊恐嘛。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要硬杠，那人家手上也有别的筹码。这个就是贸易竞争嘛，就是这样嘛。是，好，来请教帅将军。这个贸易战跟军事作战一样，当你的这个武器系统装备系统都很好的时候，对方很难打过你了。韩国自己也有现代汽车，对啊，他不把比亚迪挡住的话，他现在汽车卖给谁这个东西货比货嘛，这个东西开车的人他有选择嘛。对，那三星为什么要召回？三星在中国大陆市场很大尤其华北那个地区，韩国的东西很多。现在他面临两难，你跟中国搞不好，跟美国有关税又加税，那他怎么存活？现在韩国的经济问题比台湾还严重因为他依赖的这个程度更高，所以你看现在韩国美国心等于是间接的接管了，科尔坎普也跑去了，就跟他，对不对？那美国就怕东北亚、中日韩美日韩的联盟现在已经产生破口了他当然修这个篱笆再不修，美国在东北亚就弄不起来了嘛。东北亚最主要的2个棋子是日本嘛、韩国嘛，这个就替他打代理战争的这个武器，防卫第1岛链、第2岛链都是靠这些。美国不会拿出他现在美军的装备来做这种事了。那对你们这个棋子国家，我只要卖你武器就好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尹锡悦出这个乱子以后，美国一定要修补这个问题。但尹锡悦这个事情后来的证据越挖越多。以前抓个警察厅长特种部队，我们以为是小规模的这个内乱，现在一看，装甲部队、坦克车都有收到这个命令，那你是很大规模的东西了。你把国会逮捕，那不就是内乱？你怎么解释也不可能说不是内乱嘛？对，你还要怎么样乱？
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尹锡悦现在也是歹戏拖棚的啦。他希望大法官，我看大法官在老百姓的压力，韩国的民情是很强悍的，所以这个大法官敢不敢说他那一票把尹锡悦袒护下来？我怀疑。所以这个问题啊，兵败跟山倒。你如果说你这个总统民心很好，民意还很支持，这个大法官或许会做出某些裁决。那现在一面倒，几乎没人同情你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问题，韩国乱子一出，日本又觉得问题了。对，石破茂现在急急忙忙要等到下个月1月才排上跟川普见面。这个时候跟川普见面没有用的了。川普等他到时候宣布你要多少就是多少嘛，两个人打折，他可以谈。我讲可以谈，因为日本对美国还是有价值，他可以谈。至于谈到什么样，但是日本的经济会变怎么样呢？那大家拭目以待吧。对不对？好，来请教谢老师。对，其实石破茂现在事实上他代表整个日本社会的一个忧虑啊，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到底会怎么发落日本？日本现在是很紧张的。那石破茂事实上他在这个也一开始他就提出来他要去见川普，提了好几次，他说他随时可以赶到美国去。结果那个时候川普阵营跟他讲的就是说冠冕堂皇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我们是不能够从事外交行为的。他见了那么多人，结果呢，他谁都见了，就是石破茂不见，而且还跑到巴黎去，在那边这个天天这个都是从事高层外交。那说实话，他也面子上做不过了，也没有办法再拒绝了。那事实上的话，日本已经想到了，连那个安倍的老婆都已经送到美国去了，送到那个海湖山庄跟川普见面了因为这个川普一直讲说他很喜欢这个安倍，因为他只是没有说安倍跟他打球的时候在那个沙坑里面打高尔夫摔了一个倒栽葱那立刻转身又爬起来，立刻再追随上去追随川普的脚步这个大概川普很欣赏一直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这个所以日本这个安倍的太太都用上牌了。我觉得川普应该觉得日本人的用心良苦真的是有一点点这种城门立雪的这种感觉。那不过这个里面川普越是不见日本，我觉得这里面蹊跷越来越多，就非常的重。我觉得川普对日本应该是他里面已经有个副案了。上岸以后上台以后有些要日本人该出钱的干嘛，该开放市场的干什么不会客气，那他不会客气的。所以现在他讲的还是很勉强你既然要来就来吧，对不对？那不过川普里面现在真正心里面也只有几个人嘛，对不对？他希望习近平去对不对？然后呢，他比较喜欢那个梅诺尼嘛，大家西方领袖都很喜欢他，很奇怪，然后呢，他想要整的日本人已经觉得不对劲了。那加拿大已经被他羞辱人成什么样子对不对？一天到晚叫加拿大的这个总理是州长，对，所以川普我觉得这个人第一个主观，然后呢霸气，然后呢有仇必报，这个锱铢必报。然后呢，我觉得他现在又觉得这个神把他的命留下来是有原因的。他现在真的是要干大事了。所以可是他眼睛里面哪些是主角，哪些是跑堂的他已经都摆好位置了。所以我觉得日本社会真的还是蛮了解美国的，他们真的是很担心所以再怎么样还是挤上了那个最后一班车去见川普。那可见川普现在这个威力是很大。欧洲那边你看这个几个法国的政府也倒了，德国政府也要倒了，然后呢这个经济一塌糊涂。现在这个我前2天听这个德国之音，他们觉得德国这个整个欧洲现在都非常的怎么样，心情都非常的郁闷好像他们的命运要随时要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啦，基本上对别人抱持的依赖心太重的国家最后都是这个下场。本来就跟美国就是说，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不要，你井水不犯河水，能合作就合作，
不能合作的话，你砍我一刀哈，我也回你一马，回你一枪，这样子碰到像川普这种人上台哈，就不会自己哈像这个日本一样啊，现在啊心里面那个吊桶7上8下的。好，将军要补充。我补充一下，这种悬疑效果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我讲个我的经验哈，我们在军校受训的时候犯了错，马上就处分，很严格的处分。结果有一次我抽根烟被抓到了，他不宣布怎么处分，从此开上我每天晚上都忧郁症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学长要怎么对付我。过了差不多3个礼拜，很难过。有学长说：“你去挖个坑，把你的烟头埋下去，每天给我浇水，浇到它什么时候长出烟叶来。”这个处分很重啊。可是你在前面那2个礼拜的这个悬疑压力下，欣然接受啊。可是那是一个很长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饶恕你啊。每天吃完饭你要端一盆水去浇，很讨厌的。所以我跟你讲，这就叫悬疑效果的压力。到那个时候。开什么条件，日本就给我吞下去，我说，你要是一开始谈的时候还可以讨价还价，哎，怎么样，像杜鲁道回去羞辱了，哎，我也要抵制，他跟你玩这个吗？所以让你揣测不安，再见面什么条件你都给我吞下去，这是个玩的手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美国目前的状况哦，因为他们现在反对这个拨款法案，所以看起来是不是美国政府关门的危机又再度要发生哦？人家讲说，哇，看到这个马斯克啊 ，Doge 的第一仗就让美国政府关门哦，这个是《纽约时报》下这个标题嘛。那他讲说哦，这个马斯克对于约翰逊提出的法案进行一整天的暴行，在他社交平台上 X 几乎不停的发帖哦。那现在这个立法者应该要如何这个扼杀他呢，并且威胁任何支持该计划的共和党人都要面临到政治毁灭哦！哇，现在这个马斯克，人家讲说好大的官威啊，所以他们讲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比方像肯塔基州的这个众议员就讲说，选民们打来的电话都把他们淹没了。他说，选我们上来这些选民现在都听马斯克的了，那他们感觉就备受压力。那人家看到现在马斯克，当然现在是全球首富的身份哦。甚至呢，现在已经要干预这个临时支出法案了嘛？人家讲说要获封为马斯克总统哦，发现说哇，他对于川普有这个非凡的影响力哦，甚至民主党人形容他才是真正的总统。他说很明显，现在看起来真正掌权的人不是川普，而是马斯克，现在已经到这样子的程度了哟。那连共和党的参议员都讲说，那不如我们就选马斯克来当众议院的议长好了。那真的是哦，恐怕会改变很大的这个未来的情况哦。马斯克现在因为上来要大刀阔斧的砍人嘛，就是说要缩减裁员，所以拜登政府的官员现在最急的就是赶快找工作，要趁川普上台之前赶快，因为他们下个月可能通通都要离职了，集体离职，那所以现在找工作是第一优先。那还有啊，川普现在他有一个新的形象，让大家认不出来。川普过去形象是这个样子哦，那个皮肤比较黝黑一点，然后这个金色头发，最近我们看到这是谁呀？他是谁呀？人家说怎么看起来有点像他的朋友金正恩，就说这个发色怎么好像变得有一点改过他的过去标志性的发型哦。现在他的金色鸟窝头不见了，变成这个怎么梳起来有点像好友金正恩，这是网友的说法哦。那另外呢，普京他不是跟他也是一直强调说，跟普京也挺好的嘛。普京讲说随时可以跟川普见面哦，还甚至讲了一番话，就说随时可以跟美国来一场飞弹的决斗，就说现在俄罗斯有新型的超音速的飞弹啊，真果树，让美国可以这个飞弹防御一败涂地哦，所以我们不如来一场决斗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乱了。那还有他们提到了这个美国参议院说，要阻止中俄获取高阶晶片的努力仍然不够哦，因为现在靠着什么走私，什么庞大的走私网路，他们还可以获取高阶的晶片。那普京就现在也提到啊，因为中俄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他说现在中俄之间这
这个信任的基础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包含了茅台也有，伏特加也有啊，但是都是适量的，它是一种形容词啊，就代表说现在中俄关系很好。那除了这个中俄关系好之外啊，其实现在中东这个杜拜的王储也跟这个中国大陆越来越好，中东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刚刚讲到无人机嘛，现在连这个杜拜王储他们也跟这个中国大陆用同款无人机送餐系统之前是在深圳这边有看到，但是现在这个系统也到中东这边而且是这个杜拜王储的王子下了第一个单那这个网友也提到说，接下来他们在这个中东不能沦为大国博弈的这个等于说这个角斗场他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跟阿拉伯各国的驻华使节见面的时候提到，就说要携手发展好朋友、好伙伴的关系，然后不要再去做这个大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场那中国大陆跟中东其实一些国家的投资跟产业的合作都持续在升温当中。那连奇瑞汽车他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中东这边要建立他们那个最大的汽车备件库因为现在中东也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市场所以看到很多的品牌去那边设厂，然后还包含了像是连这种供应链开始一条龙式的也都往中东这边转移过去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马斯克，坦白讲，这个政府的延长债务案要拖到2027 1月30号，这个是共和党提案的，没过而且共和党有38票跑票所以我认为就是共和党里面有极右翼的啦，对，他们就觉得你还要增加政府的支出，他就是反对，所以这表示这个我们也不要太高估了，说共和党大家都没有脑袋了，都听马斯克指挥了，没有这种事了。而且马斯克他最近，因为他有成立那个 DOG 那个 Dog 的网站嘛，他就一天到晚在贴文就在批那个联邦政府多浪费这样那这个选民当然很火大他就会打电话去跟议员说，这个一定要删干嘛我认为他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国会预算的审查啦，到时候他就会发现很多预算看起来非常不合理，可是你就是删不掉了，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上去看了很多笔预算，我看了也觉得匪夷所思比如说去调查缅甸的军人穿美国的制服，的种种效应，因为他要把美国的军服弄过去那就有研究报告，他几乎每个都有研究报告了。还有什么？因为是民主党执政嘛，说种族主义造成这个团体的什么效应那研究案都是几百万，都是这样在花我才不相信川普不会做这种研究案我才不相信不是有的名目不能太扯淡对了，就是名目改一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而且他这个政府效率部，他在宪法上是没有位置的那到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个在法律上如何进行比如说那个你要对国会负责吗？你又不是官员，对，那这个东西到底我真的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运作了反正他扬言要删掉2兆的预算我坦白说了，他能够删掉5000亿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啦。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观察吧。他的角色就是超级名嘴来问将军，这个马斯克跟川普两个都商人，但是马斯克的商业经营的比川普要精彩得多不像川普有逃税，对不对？有一大堆事情。但马斯克现在站在一个批评的角色，是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接受嘛。那的确那些不入眼的那些项目让人家看得匪夷所思但是美国很多钱是什么？智库也要申请，他要申请很多专案，学校也申请专案 ，CIA 也申请专案，就是说各机关要钱的名目很多，但是有些也匪夷所思的名目也有。
所以这个东西随便捡个10几项出来，马斯克来骂，没有人不赞成的。所以联邦议员就受到压力了。但是议员在国会知道，哎，美国好像每隔几年就搞那么一次啊。对啊，年终了不发薪水了，要解体了，然后再通过国会什么临时对就来提高债务上限啊，来过关嘛。这个已经好像变成一个议场的惯例了。所以这些议员就说：“你们都听马斯克的，我还干什么？干脆请他当议长，看他到这边来，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来处理一下吧，对不对？是这种心态。因为美国议长不一定要议员。对呀，所以问题在，因为议员要面对这个问题嘛，你不能看到政府关门啊，对不对？现在连圣诞节都不要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哈，对马斯克是赢得一片掌声。为什么他这样？哎，你川普只能干4年嘛。我现在这种造势，说不定下个4年就是我了嘛。所以反正发推文也不要本钱，骂人也不要本钱，而且骂的是刀刀见骨，那当然老百姓会同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政客各有盘算的啦。你是不是真的为美国好？不一定。你把这个政府现在搞得年终时候垮台，行吗？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站在很公平的立场来看，哪样东西容易讨好？那你讨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川普是要干8年的话，他可能没那么嚣张，对不对？就好像皇帝立了皇太子，你的其他人就不要想了。你看皇帝没有后代，那我现在不赶快制造绅士取而代之啊？对不对？所以他讲的话，人家为什么老百姓呢？哎，这个马斯克斯砍掉他自己下面多少单位，他的企业还能保持啊？他那个电动车比不过比亚迪啊，他现在还是很赚钱啊。他的太空 space 的计划比你这个国家的这个还要行啊，所以就会塑造一个形象。都看得出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马斯克实在是不太了解美国政府，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议题。既然明年啊，2025美国政府的联邦预算是7.3兆美金，7.3兆他要砍掉2兆，基本上几乎快差不多1/4到1/3到1/4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钱都已经分好了，大家单位都已经分好了。你知道这个美国政府曾有做一些紧缩作用的时候啊，那个都是失败的。当时Clinton 总统啊，他那时候冷战结束了，他一开始还想退出北约，后来他也不退出了，他还想怎么样？美国还要关掉很多军事基地，结果呢，他才开口，所有的压力通通来了，从哪里来？他自己党里面的这些联邦参众议员，人家说，哎，这个军事基地在我们这个州这个乡，它整个这一个康体郡的产业就是军事基地撑起来的。你把它关掉了，对，那个附近那个整个经济就死掉了。我就不要干了。我的责任，他们选我出来这边当联邦众议员，就是看守好这个联邦这个机构存在他们那个当地。什么理由你都不能裁。结果呢，不是一个联邦参他自己党的民主党的结果呢全部打消，没有那么简单。你今天川普你要裁这些联邦的预算这些你去可以小动一下，你大的你动动看，绝对动不了。共和党的这些联邦参议员都会来找他，说你这样弄的话，我非下台不可你的参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多数人也保不住，除非川普够狠，他裁撤的所有的这些单位都是位于民主党的议员他们自己的选区里面，这还可能，不过没有这么精准。那个马斯克他已经写文章写了好几次了，点名了几个人，这里面有一个人他特别点名说，我们美国一年纳税人先花18.5亿养这个人干嘛？这个人比如说是什么这个政策顾问，一个联邦机构政策顾问，他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是佩洛西的子女。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要聪明的话，就拿这个来打击政治异己，还可能。不过他要砍2兆他1年2兆，这是马斯克自己讲的。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华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在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马前总统哦去到了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也是第3度了。那他有讲说就是因为马龙陆生团访台太成功了，所以才会被民进党攻击。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肯定哦，然后也有非常多这个马龙的粉丝也是热烈的欢迎他。那陆委会就回应了，他这一番话很有猫腻哦，他就说呢。你这样子讲是因为呢，马龙他有广大的球迷哦。那台湾对于桌球运动呢，可以说是有深厚的基础。那马龙是基于他个人的成就才受到欢迎的，所以谁邀请马龙来都一样。换句话说呢，这一句话透露出来，原来是因为马英九邀你才这么不爽啊！就是陆委会原来这么小鼻子小眼睛，就是因为你马英九邀，我就特别要针对你嘛。就是马龙本来就很成功啊，就让大家感觉好像就是不像是一个陆委会的高度该回答出来的一个态度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林云儒就其实跟这个中国大陆这边马龙也好或者樊振东他们都很要好。然后他现在在山东这一边，这个山东魏桥他们现在有经过一些这种人才引进跟培养然后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比赛那里面就是球队里面派出了包含了像是王楚钦林云儒也是在其中所以他也在这边正在打比赛当中。那难道陆委会要讲说这也是统战吗？这小林同学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就是这时候陆委会就没有再说话了。那另外看看这个赖清德跟美国的智库访问团见面了，他说中国持续透过军事行动要升高对台的压力，企图改变台海的现况所以他说由衷感谢美国这些民主国家展现对于民主台湾的支持。但是呢，你看这个王沪宁也提到了，王沪宁他也是跟美国的学者碰面他在讲说修习底德陷阱不是历史宿命中美应该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的管控分歧，才能够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那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赖清德是一直在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威胁，但是呢，其实中美现在真正在谈的是到底要不要一起合作，然后像目前这个川普也好，或者是说中方的回应也好，在谈的是另外一个高度的事情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法国航母说2025年要部署亚太这个行动被解读说接下来欧洲也要加入到印太战略当中嘛。那这个也登上了这个微博头条今日头条热榜，现在目前到了第2名，也就是事隔了40年，法国的航母打击群将要首次这个40年来啦首次来部署亚太。那这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好像美国又开始要拉帮结派吗？还是说这个拜登下台之前又要开始要在这个挑起这边的紧张态势那现在美国跟日本呢正在举行核能的防灾训练，因为美国的智库不是在讲说他们兵推嘛，就说跟这个如果中国大陆起冲突的话，有可能会演变成核战嘛，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在这个等于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假设就是从训练从2007年开始，这是第17次，然后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训练就是说假定美国的航母发生了这种放射性物质泄漏的情况。那另外呢，轰20轰炸机也是首次亮相。美国在讲说现在大陆正在研制就是轰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恐怕大概要到2030年代然后才推出那目标是要瞄准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那有可能会是在下一代的这个轰某一个数字，也许轰30或什么的来出现。那另外还有这个大陆的新式隐形护卫舰那近期他们说好像已经开始进行海试咯。从它的这个舰首舰尾安装的角反射器可以看出来，这一艘舰正在测试隐形性能与当时歼20这个战机上面这个装的一些龙柏透镜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陆的外交部就
回应了美国最近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军事报告嘛。他们讲说啊，美方应该要摒弃冷战思维，而不是一直好像散布着这种中国威胁论。那在无人机领域最近也是美国一直在炒的一个话题他们讲说这个神秘的无人机在东北部的军事设施的空域一直出现。他们就讲说，这个众议院的外交主席讲，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间谍无人机。那他们现在在追查这个相关事件，就说到底是不是有中国大陆的参与啊？那这个现在众议院他们这个林格表示众议员他说，在美国居住的6万名中国大陆的公民有些人也许正在这个美国操作着无人机然后偷偷要窃取美国的相关资讯吗？五角大厦也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无人机还有在空军方面已经是快速逼近到美国，所以变成无人机是接下来中美角力的一个主要战场。那美国的这个 FAA 现在已经下令，因为要管理现在他们这个所谓的无人机事件他们说接下来纽泽西州22区要暂时停飞禁飞无人机。那这样子一直好像要开始对于无人机出手的这种情况，美国的科学家坐不住了。他们现在讲说，如果你要封杀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简直是疯了。那他还讲得非常直白，他说我不想用劣质的产品来飞越这些濒危的物种他说我需要好的工具，那就是大疆。那换句话说，谁是这种劣质产品呢？会不会就是指的是美国的无人机呢？很直白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大陆的那个体育金牌选手来台湾，你就是平常心就好了。事实上，在我以前当羽球理事长的时候，我们也邀请林丹来过台湾那个球场也是爆满因为人家就是要欣赏这个就是明星嘛，明星来台湾，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那这个大陆各行各业的精英几乎都是党员不然就共青团那你为什么只看到他那个部分呢？你为什么不去看他是世界冠军这个身份呢？这个就是因为你都用政治在想问题嘛。所以我记得马龙来台湾因为他比较有经验那人家就说台湾队拿到了棒球冠军，马云就直接讲台湾队你认为你讲台湾队对中国大陆来讲，你是得分还是失分恐怕是失分你讲中华队才跟他平行你讲台湾队，搞不好他们觉得就是省队所以你看马龙多精那个我想那个是对比那个宋思尧啦，宋思尧就说中国台北不是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了解人家的语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就是台湾如果不能够用平常心来看问题比如说小弟回去祭祖，这就是私人的事情嘛你硬要用政治来看，那我有什么办法就好像今天那个立法院一样嘛，这3个法案我们就事论事那你如果认为宪法诉讼法有可能造成这个宪法法庭没办法开议，那你可以定日出条款嘛比如说1年后实施，那大法官一定会选出来嘛，只是你现在这个名单不会过嘛，可是你会重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很多我们用平常心用立法技术就可以处理的，你要搞成柯建铭写的什么鬼台湾快亡了，只剩下1个月你就要这样搞，所以人家才会火大嘛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这样。这个就像你讲到无人机，那美国的科学界，因为他们用大疆的无人机的场合太多了啦，那美国的无人机就是飞到了一定的高度，引擎会停止所以他们要做比较高山的探测。为什么后来去买大疆？因为美国的无人机不能用这已经不是便宜的问题了，是不能用你如果是因为价格问题，那大概是差4倍的价格那就用钱解决嘛那有一些不是这样比如说这个报告五角大家说中国无人机已经快速逼近美国，我看如果以这个功能类型种类之多我认为美国早就被甩掉了啦
你去看珠海航展那些无人机，我在美国就没有看过啊。对他们连谁是比较领先都搞不清楚。对啊，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有那个死神无人机，那个就是追上你，这个是没有错啊。它彩虹无人机搞不好已经超过你了，那它彩虹7还可以做远程的，它可以飞9000公里，是无人机耶，那已经具有战略轰炸机的性质了。我们讲彩虹9、彩虹7啦啊，那还有它那个蜂群2的那种可以载无人机的那个地上的那个运输的车队，一个车就可以载48架无人机，那就像我们发射那个咻那一种火箭筒火箭筒是用火箭筒式的，可是它发射出去的是无人机啊。它还有空中航母，用航母来载无人机。我在美国我就没见过。所以我是觉得你就实事求是，用平常心来了解实际的状况，我觉得这样才是正办啊。好，请教专家君。这个美国讲这个无人机，它有点扯淡了。张飞打岳飞，华人能够在那边操作的都是低空的这个农耕的或者什么，无人机能够获得什么情报，比不上卫星。对，现在卫星什么都看得见，谁要拿这个无人机去到你那个什么军事基地去照，没有意义了，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东西啊，把无人机污名化，但是你又做不出好无人机。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有这个高超音速的，有高空的，有隐形的，那种是美国比较担心的。所以东北部发现一个不明的神秘的无人机，那很显然就是隐形的嘛，对不对？那你还要讲什么？对手跟你敌对有一点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嘛。那俄罗斯没这个高级技术的话，那一定是中国嘛？那怎么样呢？没有意义，他就是把它引射到国家安全。那你知道美国多少农家撒农药，这个做地质探勘、高山的绘图，那是各种性能的无人机不一样啊。当初我在国防部的时候买这个空中救援的直升机，那只有 Sikorsky 它可以飞到那么高嘛？台湾的3-4千公尺啊，那别的厂牌，因为直升机要靠空中的空气的密度，它的推力、它的旋转的速度才能够上去。那空气稀薄的时候，你转速不够，叶片、桨片设计的不好，你就上不去。所以这个问题，美国科学家为什么很愤怒了？你妨碍他的工作嘛。美国也有大山呐、有矿场的矿域的这个探勘呐、很多科学上的东西都要做，还有旅游业了、风景业了、影片呢，都靠这些东西，应用程序太广到说你这个随便就这个进那个进的话，引起老百姓很大的反弹。美国的农家已经靠无人机靠到很依赖的程度啊。那中国大陆连这个印度边上这个巡逻的送个热餐，他都用无人机。你想想，无人机的发展真是前途很灿烂的。那现在美国也在花很多钱去搞那个雷射要花很多的电能，5分钟打一架，你碰到蜂群怎么办？所以这个雷射来克制无人机啊，只能单独对单一目标。所以这方面呢，美国落后很多。所以这个人就是啊，急了就乱搞嘛。所以这没有什么意义。另外，两岸交流，你要说啊，马英九办不对，没有马英九总统的身份，你能带队带得出来吗？你随便要阿猫阿狗跑到大陆去搞几个明星，可能吗？这个交流是正常的事情嘛。那美国的退休的总统不是全世界到处跑吗？这个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啊。第二个，美国的这个国家政策，你现在要看啊，不是拜登王朝了。现在该川普了。川普是经济霸权上跟中国大陆斗啊，军事上的霸权他不会跟人搞，因为他要做内部这个再造美国政府跟再造美国的财源，再搞这么多关税啊，收这么多，他没有钱办不了事啊。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他在军事上争霸权，我讲老实话，他没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也没这个意愿。所以。现在再靠台湾来喊我们是民主自由那个共同价值观，你看川普甩不甩你啊？不可能支持你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啊，你连大的趋势都看不懂，人家国家的路线往哪里走都看不准，你怎么去预判后面的行为呢？这是很糟糕啊，瞎了眼啊！你们这些专家。
好，来请教季老师。对，其实美国这个无人机事件其实是川普把它提出来的。川普说，这个拜登，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你要好好来调查。可是这件事情，因为美国其实常常他们有传，就是说不明飞行物，美国人对这个所谓的飞碟 UFO 是很有兴趣的。他看到天上有不明飞行物体他们都会很有兴趣去追查。那这件事情本来发生在一个州 New Jersey 州。然后就媒体报道以后呢，后来又有其他的州的报道，现在大概有8个州有这种不明飞行物体。可是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他说这一段时间，他说有5000个民众的报案，说目睹到空中有不明飞行物。可是他们的了解大概只有100件左右呢，是可能值得要调查的。那中间查到说，比如说，在住宅区、在军事基地、在关键基础设施都发现，现在就只发现只有在 New Jersey 一个空军机场附近有发现过这个飞机的报告了。那问题就变成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像政治炒作，那就越来越炒越大。主要是川普，那川普事实上他认为这个事情不简单。他说：“难道这个拜登你都没有看到这个现在有这么多事情吗？”但是不晓得川普的动机是什么啦，也许是说。你这个拜登，你该管的事不管，你不该是老管我的事儿，给我去挖坑好像有点这个。不过现在美国的这个媒体报，最后又怎么讲？又开始一种反华论潮又出来了。因为你要知道，无人机王国就是中国大陆无人机全世界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做的嘛。那现在他们就把这个方向往中国大陆，而且是往有政治跟这个情报阴谋在里面的。然后还牵连中国大陆的这个在美国的侨民，所以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那看来接下来就是说，美国的官员他们现在慢慢可能要到这个参众两院也有议员发觉这里面搞不好有一点点可以炒作的空间，也开始慢慢正在酝酿了。不过美国的官员其实他们是了解这个状况的。那这个事情，如果说要继续发展的话，我想如果无限上纲的话。那最后又是要进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然后对中国大陆这些在美国的这些不管学生工作人员要产生一个污名化的作用操作一波。让我想起来就过去那个气球事件。对，所以这些事情在美国是我想会继续发生的。还有就是说，大陆事实上台湾老百姓我觉得这一次对大陆，尤其对马龙还有这次马英九邀请来的大陆这些学生基本上。让民进党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台湾老百姓对他们没有敌意，而且是欢迎的。所以呢，他一定要来破坏。然后鸡蛋里挑骨头，然后把它做一个文章。那基本上我想他们应该将来应该是不会再让马英九再邀请了。对，因为这个效果是民进党非常不乐意见到的，就是说台湾老百姓这么欢迎大陆来的，不管运动明星也好。还是冯一航也好，还是其他年轻人，年轻人欢迎他们，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管道把它堵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